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突破300万，爱奇艺独播40集古装剧来了，程毅、李一桐领衔，预约亮相做了火箭，短短1年从100万飙到300万，硬生生挤进爱奇艺待播榜前3。微博话题炸出9亿阅读，抖音上万箭穿心的片段刷屏过亿，未播先火的《狐妖小红娘》王权篇，正用数据宣告自己就是2025年最不容错过的古装王炸。当淮水竹亭的好口碑还在观众心里滚烫，程毅和李一桐这对虐恋 CP 已经扛起新的大旗，用极致东方美学和撕心裂肺的爱情，把期待值彻底拉满。这热度绝非空穴来风，看看他捧回的奖杯，从微博世界大会的年度期待作品，到2025酷云术语的年度期待剧集，再到知乎高票入选的最值得观看榜，业内早就用脚投了票。预约人群中，18至35岁的年轻观众占了近80%，女性更是高达65%。原著粉的怀旧情怀，主演粉丝的强力应援，加上美强惨设定，精准戳中观众嗨点，3中 buff 叠满，想不爆都难。制片方深谙此道，一版剑指本心的预告片，一张展见天地的海报，尤其程毅白衣染血，以身挡万剑的名场面，刀的观众提前备好纸巾，直呼年度最虐预定。故事核心是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，一个被家族生生锻造成道门杀人机器的可怜人。他的人生就像提线木偶，母亲东方怀竹为赚他凌厉难产而逝，父亲王权霸业严厉，只有家族的荣光，儿子只是把锋利兵器。直到李一桐饰演的小蜘蛛精青铜，像一束光溜进他阴冷的世界。他用五彩蛛丝在墙上为他织出外面的山川河流，市井烟火，这哪是蛛丝？分明是凿开他心灵牢笼的第一把凿子。可命运最会捉弄人，青铜接近他，本是兽毒娘子指使来当间谍，朝夕相处间，情愫暗生，身份却成了横亘在两人之间最锋利的剑。当间谍身份被戳穿，王权家族逼王权富贵斩妖正道，这个从未为自己活过一天的男人做出了惊世抉择，我的道是人心。他竟以剑鞘为器，拉着青铜的手，悍然对抗整个家族，只为护住心中所爱。最撕心裂肺的高潮随之而来，王权世家启动绝杀剑阵，万剑归宗。漫天箭雨之下，王权富贵用血肉之躯死死护住怀中的青铜。生死一线间，体内东方血脉之力轰然觉醒，劈开剑阵。那万箭穿身的惨烈一幕，是殉道，更是向腐朽家族规则最决绝的宣战。剧版野心不止于此，他在原著转世续缘、苦情树契约的奇幻设定上，巧妙铺开更宏大的人妖共生图景。郭俊辰饰演的全无目，一句任他魑魅魍魉，我自一剑斩之，尽显少年侠气。常华森与张凯莹演绎的范云飞、厉雪阳跨越900年的痴缠，丰富了爱情的维度。更惊喜的是新增的东方怀竹回忆线和面具团成长线，让王权家族的诅咒与自由意志的冲撞有了更深沉的悲剧底色。演员是这部剧的魂，程毅把王权富贵从冰冷兵器到为爱觉醒者的蜕变演得入木3分。前期眼神空洞麻木如傀儡，后期对抗家族时爆发的力量感惊心动魄。李一桐则赋予了青铜精灵般的灵动与磐石般的坚韧，从间谍的机敏警觉到为爱赴死的决绝，尤其那双会织梦的眼睛，堪称演技教科书。两人在苦情树下相拥，在箭雨中濒死互诉的片段，光看预告就已让观众虐到心梗。张智尧的王权霸业也绝非脸谱化反派，严厉面具下是对亡妻刻骨的痛，为角色注入复杂人性。制作上更是下了血本。
青铜的蜘蛛精造型，摒弃阴森暗黑风，独创性的用梦幻紫纱衣搭配流光溢彩的蛛丝特效，灵感取自千年苏州缂丝工艺。据说单帧画面渲染就要熬上8个小时。那场毁天灭地的万剑归宗，画面构图直接向敦煌壁画《舍身饲虎图》致敬，剑雨如瀑倾泻，白衣瞬间染血，极具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。服装也暗藏玄机，王权是加速纱的玄黑道袍与青铜飘逸的淡紫纱裙形成强烈视觉对立，无声诉说着人妖殊途的隔阂。配乐更是大胆混搭，古琴的清雅空灵碰撞电子音的现代律动，隐喻着传统桎梏与破茧新生的激烈交锋。王权篇的野心是捅破动漫改编等于低幼的偏见天花板。他用自由与宿命、种族仇恨与和解这些直击人心的普世主题，牢牢抓住成年观众。从淮水竹亭到王权篇，背后的恒星引力团队已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漫改剧工业化流程，从 IP 开发、顶级特效到衍生品联动，步步为营。更难得的是文化底气苦情树，转世续缘这些核心设定根植于中国民间传说，是出海竞争的独门利器。据未开播，同名手游《狐妖小红娘剑与情》已开启预约，联名汉服、手办周边蓄势待发，一个庞大的狐妖宇宙正在成型。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结论：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已具爆款之香。他有实力接过《陈情令》的衣钵，成为国漫影视化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。当王权富贵最终抛下家族宝剑，与青铜携手浪迹天涯，那句相视一笑倾王权的洒脱，不仅破了宿命，更道出了最东方的处世哲学：万般枷锁，不敌真心一片。这场关于爱与自由、背叛与坚守的东方奇恋即将盛大开启，准备好你的眼泪和尖叫。这场视觉与情感的顶级盛宴，错过必毁。剑已出鞘，情节将至，你准备好接招了吗？